今年是日本战败77周年，但在8月15号周年纪念日当天，包括内阁大臣高市早苗在内的多名政客参拜靖国神社。日本首相岸田文雄虽未参拜，但是也献上了祭祀费。中国外交部周一表示，日本政要设靖国神社消极动向，再次反映出日方对待历史问题的错误态度。中方已通过外交渠道向日方提出严正交涉，表达严正立场。近年来，日本政坛右倾化趋势愈演愈烈，对此，世界各国有识之士发出警示，应铭记日本发动战争给周边国家带来的苦难，警惕日本军国主义死灰复燃。据日本共同社报道，首相岸田文雄周一通过自己的事务所，以自民党总裁的名义，用私人费用向靖国神社供奉祭祀费。同一天，岸田文雄在出席日本政府组织的全国战没者追悼仪式前，先拜访了东京的千鸟园公墓，并在那里献花哀悼。千鸟园战没者公墓收存超过数十万具二战期间死于海外、身份不明的日本人遗骨，其中主要是军人。而在仪式上，岸田的致辞也基本沿用前首相安倍晋三2020年使用的发言内容，未提对亚洲国家的加害责任和反省。这是日本首相连续第10年不在相关仪式致辞中提及对二战的反省。日本德仁天皇在当天致辞中表示，要深刻反省二战教训，避免战争带来的祸害重现。一般认为，出生于广岛市的岸田首相，在美军原子弹轰炸当中，家里呢有2个亲戚死去。我们注意到，在今天中午举行的日本全国追悼大会上面岸田在致辞当中第一次提出了要牢记历史教训，致力于世界和平与繁荣。这是日本首相相隔3年第一次在致辞当中提到了要牢记历史教训的问题。在另一方面呢，我们看到岸田是积极支持扩大自卫队的军事力量，支持自卫队与美军打造日美联军，不惜让自卫队参与海外战争。在8月15号前后，日本政府内阁成员和一些国会议员相继参拜靖国神社。上周六，日本经济产业大臣西村康人成为岸田内阁中首名参拜靖国神社的大臣。周一战败日当天，经济安全保障担当大臣高市早苗、复兴大臣秋叶贤也先后参拜靖国神社。此外，自民党政务调查会长众议员秋生田光一也前往参拜。值得一提的是，日本现任内阁大臣已连续3年在日本投降日之际参拜靖国神社。其中61岁的高市早苗因在岸田内阁新班底亮相时坐在岸田的左侧，被视为内阁要员。作为日本极右翼政客，高市早苗曾多次参拜靖国神社。在周一的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发言人汪文斌对日方近期设靖国神社的动向进行回应。汪文斌表示，靖国神社是日本军国主义对外发动侵略战争的精神工具和象征，供奉有二战甲级战犯。日本政要设靖国神社消极动向，再次反映出日方对待历史问题的错误态度。中方已通过外交渠道向日方提出严正交涉，表达严正立场。汪文斌指出，今天是日本战败并宣布无条件投降77周年的日子，正视历史，深刻反省，是战后日本得以同亚洲邻国恢复发展正常关系的必要前提。一段时间以来，日本一些政治人物频频以各种方式歪曲美化侵略历史，公然违背明确规定把台湾归还中国的开罗宣言等重要法律文件，这是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的严重挑衅。一切爱好和平、主张正义的人们不会答应。开历史倒车者必将再次走入歧途。针对日方近期举动，中国驻日本使馆也提出严正交涉。驻日使馆发言人表示，日方在靖国神社问题上出现消极动向，事关国际公理和历史正义，涉及亚洲受害国人民的尊严和感情。中方对这一错误行径表示强烈不满和坚决反对，已向日方提出严正交涉。8月15号同样是朝鲜半岛从日本殖民统治下获得解放的纪念日，这一天在韩国被称为光复节。今年的光复节当天，韩国民众在首尔市中心街头手举太极旗进行游行活动。针对日本内阁高官在韩国光复节、日本投降日之际参拜供奉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韩国外交部周一以发言人名义发表评论，深表遗憾。评论指出，韩国政府敦促日方正视历史，虚心省察过错，用实际行动展现反省诚意。今天是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77周年纪念日，但日本政府多位阁员却在今天参拜靖国神社，就连岸田也供奉了祭祀费。您对此如何看？是的，美西，今天是 VJ Day，Victory over Japan Day，
是二战对日战争胜利日，与之相对应的是 VE Day 欧战胜利日。欧洲战场与亚洲太平洋战场的两个决定性胜利，共同造就了人类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二战由此终结。但从日本的视角来看，他们将这一天称为终战日。1945年8月15号这天正午时分，裕仁天皇通过广播电台向全日本民众宣读了终战诏书。即便他明确提到了遵照波茨坦公告，日本愿意向同盟国无条件投降的字句，不少日本人都不愿接受投降这个字眼。在他们的自我灌输里，他们只愿意接受漫长的战争在这一天结束了。请注意，这种观念对战后几代日本人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日本的当政者、权贵阶层参拜靖国神社是一个老话题了。靖国神社是什么地方？那是供奉甲级战犯牌位的地方，是日本军国主义对外侵略、将战争苦难带给东亚各国的罪恶冤首。在这个地方行三跪九叩之礼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从内心深处，这些日本右翼政客根本不认为这些牌位上一个个臭名昭著的名字是什么战争罪犯，而是他们大和民族的所谓英雄。从根子上，这些右翼分子就不认为他们的先辈犯下了不可饶恕的错误。这个根本性的错误，如果无法得到历史的昭彰，无法取得日本国民的共识，那么我们就不可能认为日本对历史问题有了一个清醒的认识。所谓道歉问题，在我看来根本就是日本方面的障眼法，问题的本源在靖国神社里这一个个牌位上呢。这才是日本军国主义的精神图腾。今天中方对日提出严正交涉，韩国方面也要求日本正视历史。您对此如何评论？我留意到中方近期在国际舆论场上越发频繁地使用一个词“历史的经纬”。什么是历史的经纬呢？那就是历史有它的经纬度，是有刻度的，是精确定位的，它的面目不是模糊的，是非曲直就摆在那里，不容篡改。中方的态度一直以来就十分明确，我们敦促日本方面切实正视和深刻反省侵略历史，以实际行动取信于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什么叫取信于？那就是日本政府如今的这些做法很难不让人怀疑，那个军国主义幽灵是否仍然蛰伏在这些西装革履、皮鞋锃亮的日本右翼政客内心呢？事实上，日本帝国的军国主义狂热，哪怕到了最后一刻，仍然心存妄念。波茨坦会议结束后，同盟国一致向日本帝国发出最后通牒：如果日本及其政府不接受无条件投降，那么他们将即刻面临迅速而彻底的毁灭。2天后，时任日本内阁总理大臣铃木贯太郎召集内阁会议，讨论战争的最后时刻。然而，在军部的强烈反对之下，日本政府拒不接受波茨坦公告。后来的故事大家都知道了。8月6号，广岛核爆；8月9号，长崎核爆。战后官至少将的美国空军飞行员查尔斯·斯文尼曾2次驾驶 B-29轰炸机执行对广岛、长崎的核轰炸任务。他在1995年曾有过一次著名演讲，有一段话我认为很有必要与大家分享一下。他是这么说的：或许如果日本人真切地去了解过去，认清他们的国家在战争中的责任，他们将会看到的是，日本的战犯们需要负起战争的罪责。日本人民理应给远东人民一个答复：是谁把灾难强加给远东各国，最终又强加给了日本人民自己？当然，如果我们与日本人一起抹杀了这段历史的真相，那么日本人将永远无法认清历史。如果日本不追寻并接受历史的真相，那么他们又如何安心地与自己相处，与亚洲邻国、与美国相处呢？